我居然穿进了我熬夜刷的短剧里，还成了炮灰女配六公主秦昭月。秦昭月，典型的草包炮灰。为了女帝之位，你清白设计宰相嫡子，挟持当朝宰相帮自己夺位，结果反被设计当众出丑，最后被宰相报复，女帝厌弃，惨死午门。还好我穿得早，脑袋还在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救命！裴雪桥，宰相府的裴公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好难受，头好晕。竟然穿中了原主设计裴雪娇的这一天！不会吧，刚穿越就天崩开局！开门，赶紧给我开门！殿下，成了，郑小姐正带着所有女眷往这边赶呢。完了，原主为了套牢宰相府，特意让婢女将此事让原主的死对头郑徽因听到，想借捉奸逼宰相府认账，纯纯自掘坟墓！快，赶紧把人给我搬走！殿下，您不是说今日要和裴公子生米煮成熟饭吗？搬走还咋煮啊？谁乐意煮谁煮，我可不干这找死的事儿！别废话，赶紧搭把手把人搬到外面屋子藏起来！殿下，你忘了，你为了能和裴公子生米煮成熟饭，特意挑了最偏的屋子，外面紧紧而外墙，没有别的屋子了。靠，干坏事不留后路，活该你是炮灰女配。六殿下，您在吗？臣女担心您安危，特意过来瞧瞧。对了，我有暗卫。清风，清风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赶紧出来！属下在。快把这人扔到院墙外头去，越快越好。扔出去？来不及解释了，赶紧扔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殿下，大白天的你锁着门，莫不是藏了见不得人的东西？郑大姑娘兴师动众闯本宫歇息处，这是打算以下犯上？殿下说笑了，臣女见您离席许久，怕您酒气上头出意外，特意带人过来照看。对了，方才有人瞧见裴公子也往这边来了，不知殿下可曾见过？听你这话，是疑心本宫私藏外男。殿下误会了，臣女只是忧心殿下，不如让仆妇搜查各处，以保殿下安全。郑姑娘自重，殿下的寝室岂容你说搜就搜？一个婢女也敢拦我？我是为了殿下安危，耽误了正事，你担得起吗？搜查寝居，便是你口中的正事。臣女只是担心殿下安危。你敢打我？擅闯公主居所，污蔑皇室，失敬君臣礼数，这就是郑国公府的教养。本公主赏脸来参加郑国公府的生辰宴，竟被你们搅得如此晦气。这生辰宴不来也罢。桃夭，我们走。哎，总算混过去了，溜了溜了。清风，属下在。赶紧把人扛回公主府，记得走后院偏门，别让任何人瞧见。是。六殿下，这是哪儿？自然是我的公主府了。裴公子还记得自己是被谁下的药吗？下药？是你？错，是我救了你。有人设局毁你我名声，只为胁迫你的宰相父亲卷入夺嫡纷争。殿下的意思是，这局是冲着我爹来的？不然呢？我一个无权无势的公主，害我有什么好处？你爹是当朝宰相，百官之首，把他拉下水，搅进夺嫡里，才是幕后之人的目的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告诉你爹，好好查查是谁在背后搞鬼。查着线索了，派人给我递个信。没事就走吧。本公主府不留饭。裴公子，这边请。还好没被当场撞破，旁人再想发难也无实证。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谁的书落这儿了？功德簿，积攒功德可兑换武学修为，初次绑定赠新手福泽金手指，果然是穿越者标配啊！
六殿下，陛下有口谕，宣您即刻入宫，不得延误。苏公公，母皇叫我是为了什么事啊？殿下还是想想今日在国公府都做了什么吧。完了完了，消息传得也太快了，这才半天功夫就捅到女帝跟前了。殿下，跟咱家进宫吧，陛下还等着呢。儿臣参见母皇。听说你今日在郑国公府给宰相嫡子下了药，诽谤，绝对是诽谤！母皇，是有人故意陷害儿臣，还好儿臣机敏，没让奸人得逞。哦，那你查到幕后之人是谁了？儿臣已经命暗卫顺着线索追查了，相信很快就有眉目。有个屁眉目，暗卫就俩，查案还不如查户口专业，能查出个鬼来。先糊弄过去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谁在说话？听着像小六的声音，可朕得到的消息，怎么是你为了谋夺凤储之位，设计宰相嫡子，想逼裴相战队扶持你？这绝对是危言耸听，儿臣从没有过这种心思。女帝，呸，狗都不当！放肆！不当凤储还有错了？我放着养尊处优的六公主不当，吃饱了撑的才想去当操心费力的女帝。真的是小六的声音。遥想当年，母皇也是风华绝代的大美人，日夜操持政务，如今才40出头，这鱼尾纹、胭脂粉都盖不住了，我才不想早生华发。我真的能听到小六的心声。小六，朕再问你一次，你对凤储之位当真半分心思都没有？儿臣对天发誓，绝没有半分觊觎之心。哦，为何？因为儿臣起不来床啊。当女帝多累啊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天天跟一帮老狐狸勾心斗角，出宫逛个街都要被御史念叨，图什么啊？再说了，我有3个皇姐，论能力论资历都比我强，无论他们谁登上皇位，必定不会亏待我。大姐你说是不是？六妹说的是。母皇你看，我乖乖听话，不抢位子，不给几位皇姐添堵，将来他们谁上位，我都能跟着躺平混吃。我费那个劲争储干什么？当公主多爽，锦衣玉食没人管，当女帝纯纯遭罪，谁爱当谁当，反正我不当。活了半辈子，从没见过把不想当皇帝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的皇嗣。行了，油嘴滑舌，国公府下药之事，朕暂且不与你计较。若再让朕发现你行事荒唐，定不轻饶。谢母皇，儿臣以后一定安分守己。呼，小命保住了。今日召你们来，还有一事：明州水患告急，灾民数10万，国库空虚，赈灾款项无从着落。你们今日商议个对策出来。不是，我话都说得那么明白了，怎么还让我参与正式讨论？启禀母皇，儿臣认为可酌情加征3成商税与农税，先解燃眉之急。加税，昏招！好不容易降下来的税往回涨，动摇民心不说，层层盘剥下来，苦的全是老百姓，典型的饮鸩止渴。还有吗？儿臣以为可开捐纳之例，设9品闲官售卖，再推出赎罪银，轻罪者可纳银抵罪，想来能快速筹银。更糟，卖官等于砸科举的牌子，赎罪银就是毁律法根基，这俩两腿一开，以后吏治全乱了，比加税还坑。还有吗？儿臣以为可号召文武百官募捐赈灾，凑齐首批赈灾粮款。唉，总算说到点上了，但光靠百官自觉能凑几个钱？不加点硬手段，那帮老狐狸个个哭穷，根本挤不出油水。朕这个六女儿好像和以前大不一样。小六，你觉得呢？母皇，儿臣不懂朝政。来人，拟旨：六公主无才无能，夺去公主封号，发配边疆。针对我？是不是针对我？凭什么呀，母皇？大家都是公主，问几位皇姐就是商议商议，到我这儿怎么开口就发配边疆？身为皇室公主，理应为国分忧。若是你觉得朕的旨意委屈了你，你也可以努力坐上来女帝的位置。算了，我谢谢你8辈祖宗。再敢胡说八道，朕现在就把你发配边疆。儿臣以为百官捐银不如直接捐粮，按市价折算，
少了中间层层盘剥，能多3成粮食落到灾民手里。再者，可以用富康替代一定比例的粗粮。六妹，你简直是荒唐！富康是给牲口吃的东西，怎能给灾民吃？好米运到地方，层层克扣下来，能剩3成都是好的。掺了富康，没人看得上眼，反而能全落到真正的灾民嘴里。残酷是残酷，总比全为了蛀虫强。倒是个可行之法。行了，就按小六说的办。赈灾之法已有，但赈灾依然需要筹银，宫里出5万两，你们几个也都出一份力吧。儿臣捐200万两，儿臣也捐200万两，儿臣也是。儿臣捐100万两。100万两。母皇，儿臣府里没钱。没钱？那朕现在就命青鸾卫去盘查六殿下名下的铺子、田产与账证，看看是不是真拮据。不用，母皇放心，儿臣就算砸锅卖铁，也会把剩下的100万两凑齐。我就说来皇宫准没好事，这破财之地得赶紧走。又来。六殿下留步，陛下有口谕。苏公公，母皇不会又要加银子吧？殿下说笑了，陛下口谕。募捐与赈灾还需裴相之子裴雪娇辅佐推行，劳烦殿下跑一趟宰相府，将旨意传达给裴大人。别啊，苏公公，这种事派个内侍去不就行了？我去不合适。开什么玩笑！刚要完人家儿子，现在我主动去丞相府，那老宰相知道了，还不得生吃了我？殿下，得罪了。陛下说了，您不去就请您去。放开我！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还不行吗？狗女帝，卸磨杀驴，用完我的主意就折腾我，我跟你没完！救命啊！老宰相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不在家？和绯闻对象共处一室怎么办？在线的挺急的。殿下今日传的旨意，臣会传达给家父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和你家父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殿下留步。还有啥事儿啊？臣有一个疑问想问殿下：以粮代银掺福康入赈灾粮的法子是谁想出来的？自然是几位皇姐商议出来，母皇最后拍板定的。我就是个跑腿传话的。这样啊，赈灾的事臣明白了，只是还有一事，臣想请教殿下。你赶紧说。那日臣得到殿下的点拨，去查了下药之人，可种种线索都指向那日下药的局是殿下。诬陷，绝对是诬陷，这都是那奸人的一面之词，不可信。殿下真没想过与裴府结亲，借相府势力争储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裴公子放心，我半分攀夫赐婚的心思都没有。再说，我就喜欢身强体壮、能打能扛的。您这种文弱书生挂的，根本不是我的菜。开玩笑，富贵生活刚开始，天下美男多的是，我可不想沾上朝政，惹一身麻烦。哎呀，裴公子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母皇还有别的吩咐我就不多留了，告辞告辞。这六公主倒和传闻里不太一样。吓死我了！裴家真是个狐狸窝，老狐狸养着小狐狸，以后他们家我可不去了。赈灾的法子也算落地了，看看这功德簿有没有变化。真长功德了，出个主意就有300点，这买卖也太划算了，兑换基础淬体修为。真神奇，一下子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。桃夭，殿下怎么了？去给我找块结实的石砖来，越快越好。啊，殿下你要石砖干什么？别问了，快去。好。殿下，这2块够吗？够了，你先出去，记得把门带上。是。我去，真碎了！才基础淬体就这么猛，以后多攒点功德，我岂不是能一拳打飞一个青鸾卫？这金手指靠谱，这宝贝可得藏好，别让人发现了。5点就被薅起来上朝，这破班谁爱上谁上。
困死老子了！明州水患迫在眉睫，赈灾2款，诸位可自愿认捐。臣愿尽绵薄之力，捐白银1万两，略表心意。1万两，王大人府上良田千顷，当铺3间，家底可不止1万两。要不要朕让玄机台细细盘算盘算你的家底？微臣不敢，微臣糊涂，臣捐10万两。哦，200万两，臣捐200万两白银，全充赈灾之用。其他大臣呢？臣捐200万两，臣捐150万两。臣愿捐粮100万担，折合白银120万两。苏权，把各位大人的捐款数记清楚了。3日后，朕逐一审建验入库。若是有人敢以少报多，那赈灾的窟窿就用他的脑袋和全家家产来填。遵旨。是谁竟敢在朝堂睡觉？六殿下，朝堂重地，你竟敢酣睡，成何体统？秦昭岳，我没睡。陛下，臣听闻六殿下坐拥天下第1楼，广纳天下贤才，想必家底丰厚。如今赈灾当前，殿下想必也愿多出一份力。六公主，既然你楼中贤才众多，想来不差这点银子，再匀出100万两，充入赈灾款。母皇，我没钱了，刚认捐了100万两，府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拿不出来，那就夺去封号，发配边疆。儿臣这就去筹钱。殿下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通传一声，小的好准备茶水点心招待你。原主为了夺嫡，设立天下第1楼广纳贤才，结果却养了一堆蛀虫。女帝薅我1万两，我正好去把这帮吃白饭的全清了，把银子追回来。不必了，我来看看，我这楼里养的都是些什么贤才。这是谁？回殿下，这是天下第1懒人，也是咱们楼特意招揽的义士。天下第1懒人，1个月多少月钱？5两银子。好得很，5两银子养个闲人。从今日起，这楼里的人全部重新考核，有真本事的留下，没用的全给我滚蛋。清风，你考考他们武士，能接你5招的算过。是。我来，就一个毛头小子，我2拳就能撂倒。就这，也敢来混5两月钱？下一个。俺来，出手吧。废物！清风，武士这边你看着，我去前堂考考那群秀才的算术。是。现在我出题，答上来的留下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鸡兔同笼，头35，脚94，各有多少？回殿下，兔12只，鸡23只。有点东西。姓什么？以前在哪儿当差？小人姓钱，考过明算科，在城南粮行做了5年账房。行，你留下，以后府里和楼里的账全归你管，月钱10两。谢殿下，小人一定尽心。殿下，小人山水人物都能画。行，留下，以后专门给我画插图。楼管事，找2个人，把这牌匾摘下来砸了。殿下，这牌匾当初是您定的，说要广纳贤才，辅佐储君的。什么辅佐储君，净招人闲话。以后咱们正经做生意，赶紧给我摘下来。人清了，牌也摘了，得想点赚钱的营生。张画师，我有个新鲜故事，你配上插画做成画本卖，肯定能火遍京城。殿下请讲。东胜神州有座花果山，仙石崩出个石猴，拜师学会72变和筋斗云。这故事稀奇。咱们这个故事以后1卷1卷出，每回配个3、4幅插画。市面上的画本全是才子佳人，从没听过这种神怪故事，肯定好卖。好，小人这就起稿，先把石猴出世的画画出来。六殿下，陛下有口谕，宣您即刻入宫，不得延误。苍天呀，能不能让我消停一会儿啊？裴雪桥怎么又在这儿？真是冤家路窄。苏权，宣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
明州水患灾情紧迫，特命六公主秦昭月为赈灾使，押运粮草赶往明州发放，命宰相嫡子裴雪桥为监察使，随行监督，共理赈灾事宜。钦此。什么？让我去灾区押粮？我不去！跋山涉水，吃苦受罪，还得应付一堆烂事，狗都不去。殿下，这是陛下的旨意。说什么我都不去，大不了就把我发配边疆呗。我现在就回家收拾行李，正好换个地方躺平。发配边疆，你想得到美！来人！不是吧？来真的？六公主抗旨不遵，乃是死罪，立刻打入大牢，秋后问斩。别介啊，母皇，儿臣刚才开玩笑呢。赈灾救民是儿臣的本分，儿臣这就去，保证把这差事办得妥妥当当。这六公主倒不像传闻中那般荒唐骄纵。裴雪桥，你随行监督，若有差池，一同问罪。臣遵旨。殿下这一路总是叹气，可是忧心前路。以后你离我远点，和你待在一起准没好事。刚在京城收拾完你的烂摊子，现在又要跟你一起跑山路遭罪。出门前家母塞的酸梅，解乏之困，算微臣赔罪。殿下尝尝。算你上道，这次就原谅你了。殿下，灾区到了。折腾这么久，总算到灾区了。等这事儿一了，就美美回京躺平，再也不接这破差事了。清风，搭棚施粥。是。这是什么？赈灾粥，快拿走，别耽误后面的人。这不是喂牲口的富康吗？赈灾粥就给我们吃这个，真的是富康！朝廷没把我们当人，全当牲畜。大家稍安勿躁，粮掺福康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克扣我们的口粮！你们这群狗官，还让不让我们百姓们活了？都给我安静！你是谁？跟这群狗官是一伙的吧？我是本次赈灾的钦差，我就问你们一句：往年朝廷发纯白米赈灾，你们家家户户最后能分到几口？往年领粮排一天队，最后就分到小半碗，还掺着沙子，根本不够吃。没错，白米金贵，10成粮运到地方，能剩2成到你们嘴里，都算贪官良心发现了。但现在掺了富康的粮，那些当官的看不上，才能保证让你们吃顿饱饭。可这是牲口吃的东西啊！牲口吃的怎么了？能活命比什么都强。是嚼着富康活着强，还是等着好米全被贪光，活活饿死强？说的有道理啊！大家放心，我秦昭月不能保证大家能吃好，但至少能保证大家不会饿肚子。今后早晚2顿粥，如果少1顿，我秦昭月拿脑袋给你们赔罪。传言六殿下荒唐骄纵，可他却能参透官场层层克扣的门道。今日多亏殿下出面镇住场面，不然真要闹出民叛。少拍马屁，光稳住人没用。灾情之后最容易闹瘟疫，这事儿才是要命的。我这就去周围县城多找几个郎中过来。找郎中还不够，明日带人再去附近药铺收一批艾草、板蓝根等一系列能预防疾病的药材，每天煮2大锅分给灾民喝，提前防疫。殿下考虑周全。行了，你也去歇着吧，明天还要按户统计人口发粮，有的忙。累了一天，我也要去睡美容觉去了。走水了，粮仓走水了！门被人从外锁着了，不好，是故意纵火！来人，救命啊！不好，六殿下的屋子也走水了，快救人！这帮人够狠的，烧粮不够，还想连我一起烧死！救命！殿下，
你怎么样？没事。粮仓呢？粮仓怎么样了？殿下，火太大了，粮食救不下来了。救不回来也要救，那是10几万灾民的救命粮。这殿下跟那些官老爷不一样。秦风，传令下去，立刻封锁整个官仓，所有粮官差役值守侍卫，一个都不许走。谁要是敢踏出官仓半步，直接按同谋论处。殿下，清点过了，7成存粮都烧没了，只剩偏库的3成还完好。7成，好得很。清风，将所有值守人员和粮官全都带过来。是，将人都带上来。殿下，所有值守人员和粮官全部带到，没有一个人跑掉。殿下饶命啊！不关我们的事儿啊！不关你们的事。好好的粮仓，半夜突然走水，我的房门还被人从外面锁死，不是有人故意放火毁证？难道这火是自己烧起来的？殿下，这是近3年的粮仓出入账册，还有所有值守人员的名册，我连夜整理好了，你看从哪里查起？你不是来监督我的吗？怎么还帮我查起案来了？烧粮谋害钦差已经不是监督那么简单了，此事背后定然牵扯甚广，我自然要协助殿下彻查到底。行，那咱们就好好查查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胆子这么大，还想连着朝廷的赈灾粮和公主一起烧死。殿下，全查完了。3年克扣了20多万两。是，知州和主簿上下勾结，每次朝廷发的赈灾粮，先扣4成装进自己粮仓，又将其余偷偷卖给粮商，最后到灾民手里的粮食连1成都不到。好，真好，拿着灾民的活命钱捞油水，还想烧死我毁证，这帮人是真的活命。臣还查到，他们每季度都往京里送一笔密银，账上只写了京中贵人，没有名字。果然，我就说区区一个知州主簿没这么大的胆子敢烧钦差的粮仓，看来这背后还有条大鱼。3年克扣20多万两赈灾银，知州大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殿下饶命，臣一时糊涂，臣鬼迷心窍。一时糊涂，一场水患饿死多少灾民，你一句糊涂就想接过去？来人，将知州摘去官服，打入大牢，严加看管。是。立刻查抄知州府所有家产，全部充入赈灾粮款，任何人不许走漏消息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谁锁的我房门？谁放的火？卑职不知。这锭金元宝从你屋里搜出来的，你一个小小差役哪来的金元宝？本殿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说了饶你全家一命，不说你全家都得跟着你一块掉脑袋。我全说，是主簿大人给了我金元宝，让我趁救火的时候锁死殿下的房门，还说火是上面安排好的，烧完了没人会查。你胡说，你血口喷人！他胡说，那你说说，昨夜救火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在粮仓，反而在我住处附近晃？把主簿单独押下去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任何人接触。剩下的差役挨个审，所有细节一个字都不许漏。是。殿下饶命啊！所有涉案官员全部收押，严加看管，查抄所有人的家产，全部充入赈灾粮款。是。殿下不好了，几百个灾民围在衙门口，说您烧了粮仓，私吞赈灾粮，要您出来给个说法。殿下，现在灾民情绪激动，你现在出去太危险了，不如先避一避，我出去跟他们解释，等他们情绪稳定了再说。我是朝廷派来的赈灾钦差，粮仓被烧，我必须要给明州百姓一个交代。清风，去把衙门大门打开。是，殿下，我也跟你一起。昨日说在粮食里掺富冈是为了反贪污，其实就是你贪了我们的赈灾粮，以富冈充数。现在为了毁掉证据，又烧了粮仓，狗官，把我们的粮还给我们！大家误会了，放火烧粮这事跟六殿下无关。六殿下昨夜也被人锁在房里，
差点被烧死。放屁！你们官官相护，粮食都烧没了，还找借口！狗官，还我们粮食！大家安静，粮仓被烧是我的失职，我在这里先给大家赔罪了。但我秦昭月今天把话放在这里，放火烧粮者，本官绝不姑息。今天我就让大家看个明明白白。清风，带着百姓去粮库。跟我来。大家看清楚，粮仓只烧了主库，偏库的粮食全在这里，一袋都没少。我要是想私吞粮，为什么不把这些也烧了？把东西抬上来。这么多钱！这是从知州和主簿家里抄出来的赃银，整整100万两。100万两！知州和主簿上下勾结，3年来，他们克扣赈灾粮。这次他们放火烧粮仓，也是为了引起民愤，让六殿下赈灾不成。原来是这些狗官杀了这些贪官，他们拿我们的活命钱捞油水。大家放心，六殿下已经将他们关入大牢，等待朝廷发落。朝廷后续的赈粮很快就到，饿不着大家。除此以外，本县推行以工代赈，所有青壮的乡亲，只要愿意修缮房屋、疏通河道，干1天活，县衙不仅管3顿饭，还发5文铜钱。太好了，有活干还有饭吃，六殿下真是我们的好官啊！殿下今日提出的以工代赈，真是个妙计，既安定了民心，又解决了灾民重建的问题。嗨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我是赈灾钦差，本来就该为百姓着想，算不得什么妙计。也不看看我是谁。现代社会刷了那么多救灾新闻，这点小事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殿下太谦虚了，今日这场民变，要是稍有差池，怕是早就压不住，闹出大事了。殿下有临危不惧之姿，属下佩服。行了行了，夸2句就得了。熬了1天1夜，真是把我燃尽了。我要赶紧回去睡觉，没事别来找我。对了，有事也别来，天塌下来也等我睡醒再说。臣知道了，殿下好好休息。这还差不多。看看今天的功德有没有增加。800点，800功德了，再攒攒就能换个更厉害的技能了。紧急预警，3日内灾区将爆发大规模腹泻疫情。糟了，要快点准备防疫。清风，属下在。清风，前几日让你带人去附近所有药铺收购的艾草、板蓝根、金银花、黄连这些防疫草药，收了多少了？回殿下，附近3个县的药铺全收遍了，够2000人喝半个月的量。好，你现在立刻带人去灾民安置点，支起12口大锅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煮2大锅防疫草药，免费分给所有灾民喝。是，殿下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水患之后最容易闹瘟疫，提前防备总没错。等真病倒了再准备就晚了。殿下，灾民安置点出事了。什么事？安置点突然有好多灾民上吐下泻，1天就病倒了30多个人，大家都说是闹瘟疫了。现在人心惶惶的，都乱了套了。走，去安置点看看。老先生，情况怎么样？这病严重吗？会不会传开？回殿下，幸好前几日您提前准备了防疫的草药，百姓们也都喝了几天，现在病症都不重，只是这饮水的问题不解决，怕是还会有人生病。清风，殿下请吩咐。按我这图纸，立刻修建过滤沙池，所有饮用水必须经过沙池过滤才能用。第二，通知所有灾民，饮水必须烧开了才能喝，谁敢喝生水，直接罚1天口粮。是，殿下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殿下连防疫的法子都提前想好了。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之前翻阅古籍，无意间看到防疫方法，现在试一下，看效果如何。
殿下，真的稳住了。自从过滤沙池建好之后，一个新增的病患都没有，之前病倒的人也都好的差不多了。那就好。六殿下，您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要是没有您，我们这把老骨头怕是都要交代在这儿了。谢谢六殿下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这都是本官应该做的，大家不必如此。殿下，臣之前还心存疑虑，觉得殿下年纪轻轻不懂赈灾，如今亲眼看见殿下用奇法控制住了瘟疫，臣彻底心服口服。行了行了，小事一桩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殿下，您不仅懂赈灾安民，还心里装着百姓，是我们百姓之福。低调低调，这波功德又要长麻了，赚翻了赚翻了。对了，你去把府衙所有差役都喊到大堂，我要给他们开个会。是。今天叫你们来，是要宣布2条新政令。第1条，府衙所有差役重新考核，吃空饷的、混日子的、欺压百姓的，全部清退，一个不留。清退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吵什么？有手有脚的，只要想干，就饿不死。还有第2条，从今天起实行每日放粮公示制，每天放了多少粮，发给了多少人，花了多少钱，全部张榜公示，账目全公开，由灾民推选出来的代表全程监督。殿下英明，如此一来，再也没人敢克扣赈灾粮了。殿下，您这法子真是太好了！以前放粮，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，现在每一笔都明明白白的，我们心里踏实多了。本来就是你们的救命粮，当然要让你们看得明明白白。以后要是发现有人动手脚，直接来衙门找我，我给你们做主。谢谢六殿下。六殿下，这是我们全明州的百姓凑钱给您做的万民伞，您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我们无以为报，只能给您送这个表表心意。请殿下收下。万民伞，我居然也有收到万民伞的一天，这波太有面了。这多破费啊！我就是做了我该做的事，不用这么客气的。明州的灾情稳住了，看看这次功德簿有没有变化。整顿吏治，推行公示制，民心所向，新增功德600点，当前总计1400点。600点，一下就攒够1400了。这么多功德，不换点什么都对不起我自己。之前的基础淬体就那么猛，再换个进阶的，岂不是能一拳打飞一个青鸾卫？兑换进阶淬体修为。我去，这么猛！以后要是遇到刺客，老娘自己就能上，再也不用靠别人保护了。这功德花的值，太值了！再攒攒，这赈灾也不全是坏事。这功德长得比坐火箭还快。陛下，六公主在明州未经朝廷审批，就擅自查抄官员府邸，完全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。臣等联名弹劾，请陛下将六公主召回京城治罪。请陛下召回六公主治罪。说完了。陛下，六公主的德才欠亏，行事荒唐，实在难以担当赈灾重任。苏权，奴才在。把这些奏折都收了，留中不发。以后再有弹劾六公主的折子，直接扔了，不用呈上来。陛下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？六公主在明州赈灾安民，你们在京里搅动朝政。我问你，是规矩重要，还是明州10万百姓的生死重要？陛下，滚！岁末，属下在。你带一队青鸾卫去明州，给小六传句话，让他放开手查，朕给他兜底。谁敢给他使绊子，直接拿下，不用回京请旨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
六殿下，岁末，你怎么来了？母皇又有什么旨意？不会又要给我加活吧？我死都不会再多干一下。殿下放心，陛下不是来加活的。陛下口谕，殿下在明州放开手查，陛下给殿下兜底，殿下不用有顾虑。这次母皇够意思的。陛下这么信任殿下，殿下就放心干吧。苍天啊，终于有靠山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怕这帮老狐狸搞事了。不对，有靠山我也得干活。母皇，我想回京躺平。老大，经理大人怎么说？大人有令，今夜必须刺杀秦昭月，事成之后，伪造成山贼劫财，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遵命。记住，速战速决，今晚务必取秦昭月的人头。遵命。来人，有刺客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去给岁末交代一声，留活口。是。进阶淬体这么猛，这功德花得太值了。启禀殿下，俘获死士3名，2人咬毒自尽，1人活捉。这是从死士身上搜出的信，请殿下过目。好啊，粮仓纵火，煽动民愤，还有这次刺杀，这位王大人胆子可真不小啊！是吏部王大人，他是五皇子的人。母皇派我来赈灾，我立了功劳，威胁到他夺嫡的路，便派人暗杀。醉木，你立刻安排人800里加急，把这封信送回宫里，交给母皇，人证押入大牢，等回京一并移交。是。我就说不能趟夺嫡这个浑水吧，躲都躲不开，烦死了。好大的胆子！刺杀钦差，搅乱赈灾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岁末，立刻带亲鸾卫将五皇子及其所有涉案党羽全部打入天牢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算算日子，明州的灾情已安定，小六该回京了吧？是的，算算行程，六殿下大概7日后回京。好，小六这次赈灾有功，这次回来，朕要好好封赏他。所有的账都在这里了，每日放粮公制，饮水烧开，防疫汤药这3件事，必须坚持到所有灾民安家为止，半点不能松懈。下官谨记殿下教诲，绝不敢有半分差池。囚车都安排好了，人证也有人看管，随时可以启程。那还等什么？走，回京！可算能回去了，我的软床，我来了。六殿下，我们也没什么好东西，这是我们自家下的鸡蛋，您带着路上吃。大家快别这样，我就是做了我该做的事，这些东西你们留着自己吃，我不能收。殿下您就收下吧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。行，那我就收这2个鸡蛋，剩下的大家拿回去吧。以后哪个官吏敢在这里为非作歹，就告诉他这儿六公主罩着。谢谢六殿下。都回去吧，不用送了。可算能回京了，等回了府，我要睡3天3夜，谁叫我都不起。殿下就这么想睡觉？废话，熬了快3个月了，你看我脸上的皮肤是不是松垮了？殿下，别这样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？没有，殿下皮肤很好，一点都不松垮。俗话说，美人都是睡出来的，你天天绷着个脸，小心老得快。殿下说的是，臣受教了。回去先睡1天1夜，然后吃桂花糕、水晶肘子、蜜饯寡子，还要去听新出的戏本。六公主怎么有点可爱？儿臣参见母皇，3州赈灾事宜已全部收尾，这是贪腐官员的罪证和赈灾成果账册，请母皇过目。做得不错，小六，这次赈灾你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尽管说。我不要赏赐，儿臣就想回府好好休息。终于能躺平了，
谁也别想再给我加活。行，朕准了，你回府好好休息去吧。谢母皇，儿臣告退。这个小六，桃夭，明天不管谁来都不许叫我，我要睡3天3夜，天塌下来也等我睡醒再说。知道了，殿下，奴婢记住了。殿下好好休息。躺平太爽了。六殿下，醒醒，接旨了，陛下赏您东西了。别吵，我要睡觉。殿下，陛下说了，赏了您20匹云锦、10箱南海珍珠，还有各色珍宝。若殿下再不起，珍宝可就抬回去了啊！什么？珍宝？陛下有旨，六公主赈灾有功，特赐云锦20匹、南海珍珠10横、赤金100两，珍宝若干，钦此。谢母皇赏赐，没白熬这3个月，这波血赚。殿下，陛下还有东西要赏你。还有，是美男还是封地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六公主秦昭月赈灾有功，财币可用，今新设农政司，着六公主秦昭月任农政司主事，全权掌司务，钦此。啥？我不干。殿下，农政司长备荒劝农，是关系到大前朝百万百姓的大事，陛下是看重您，才把这个位置交给您。不听，我不听。陛下还有口谕，让老奴转告您。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陛下说了，您要是把农政司这件事办成了，就给您封一块江南的好封地，有山有水，有千顷良田。您到时候去了封地，想怎么躺平就怎么躺平。母皇真这样说的？那是自然，陛下金口玉言，还能骗您不成？不行，口说无凭，我要白纸黑字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六公主秦昭月若能办妥农政司司务，充盈仓廪，劝课农桑，惠及百姓，即赐江南封地千顷，永为10亿，世袭罔替。钦此。殿下接旨吧。1000年的狐狸，万年的精，能做到女帝这个位置，果然算计得明明白白。行，我再信你们一次，为了封地，我接了。陛下还让老奴转告殿下，3日后记得去农政司上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唉，大前的百姓全靠种小麦过活，亩产低还靠天吃饭不说，粮商还天天在中间搅浑水，民政司主事协调一堆烂事，想想都头大。功德不怎么亮了。对了，番薯，我怎么把这个忘了？亩产是麦子3倍，还耐旱耐涝不择地，真是瞌睡送枕头，来得及时。先试试300功德值能换多少种子。300功德竟然能换这么多番薯种，有了这些种子，第1炮就能打响。等产量出来，我的江南封地就离我不远了。裴公子怎么在这儿？不会也被母皇抓壮丁了吧？殿下说笑了，陛下下旨让臣任农政司副主事，辅佐殿下办事。臣也是刚到，正等着殿下呢。行啊，有你帮忙我省事多了。正好我有2个计划跟你商量下，东西都给我搬进来。殿下，这麻袋里装的是什么？这叫番薯，是我从古籍里找的良种，亩产是普通麦子的3倍，耐旱耐涝不择地，是个宝贝。亩产3这么厉害？种出来就知道了。殿下刚才说的2个计划是要种这个东西？对，第一个事就是我准备在京郊划20亩肥田当试验田，雇几个种粮的老把式，专门种这个。好，臣今天就去京兆府协调土地，雇农户。第二件事是我要筹建长粮仓，按市价收粮存着，丰年不补跌伤农，灾年平价放粮，平抑粮价，免得那帮粮商趁火打劫坑百姓。长粮仓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殿下放心，臣这就去协调人手和银两。
这东西奇形怪状的，长在土里，能当饭吃？这是上面的命令。老叔放心，这叫番薯，蒸熟了甜糯得很，顶饱。等熟了我请大家吃，不好吃你找我算账。殿下，小民就是没见过，好奇。这个东西绝对比咱们种的小麦还要高产。真的？你们按我昨天教的法子育苗栽种，工钱照算。等收成了，产量高了，还有额外赏钱。谢谢殿下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农政司要建长粮仓，还要种什么番薯，这是明着抢咱们的饭碗。长粮仓一建，咱们以后还怎么赚银子？还有那个什么番薯，真要是亩产3倍，粮价直接就得腰斩。我已经跟几家打过招呼了，咱们7大粮行拧成一股绳，一粒粮都不卖给长粮仓，看他们拿什么建仓。对，咱们手里握着京城8成的粮，咱们不卖，他长粮仓就是个空架子。还有那个番薯，咱们找人出去传，那是域外传来的妖物，种了招灾引祸，是不祥之兆。好主意，我看百姓谁敢种，谁敢吃。番薯种已经开始结果了，再过几天就能采摘，正好赶上做百姓冬天的储备粮。殿下，不好了！京郊的试验田一夜之间无故起火，大半薯种被烧毁。无故起火，走去看看。殿下，您可来了！这刚种要结果的番薯一夜之间全烧毁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殿下，小的听城里来的人说番薯有毒是妖物，种了要遭灾的。是啊，殿下，附近的百姓都在说咱们种妖物触怒了上天，这是天火烧薯种，是上天示警。上天示警，我看是有人装神弄鬼。殿下，臣已经查过了，火是从地边的草垛烧起来的，明显是人为的。看来是我们抢了某些人的利益，他们狗急跳墙了。能被附动核心利益的，只有京城7大粮行的人。聪明。番薯的谣言估计也是他们散播的，但7大粮行后有京城官员成员，没他们纵火的实证，咱们很难搬动他们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只要他们干了，就肯定留了痕迹。清风，属下在。你立刻带人暗中盯紧7大粮行的所有私仓和出货记录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马通知我。是，殿下。殿下，现在最棘手的就是番薯妖物的谣言，再传2天，就算咱们补种出来，百姓也不敢种不敢吃，前面的功夫就全白费了。百姓们无非是害怕番薯有毒，怕真的招灾。你带人在地里仔细找找，看看有没有没烧坏的完好的番薯，挖出来带回去。殿下是想以身试毒，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吃给他们看，是不是妖物有没有毒，一吃便知。不行，殿下金枝玉叶，怎么能以身犯险？万一出点什么事……放心，番薯本来就是能吃的，烧过的地挖出来的完好的更没事儿。你去安排，明日公主府门口搭棚子蒸番薯。好，臣陪你一块吃。这就是那妖物，真能吃，别吃出事吧？都说中了要遭灾，谁敢碰啊？大家都看着，这就是番薯，不是什么妖物。今天我当着各位乡亲的面吃，要是有毒，我第一个担着。甜糯得很，顶饱又好吃。老叔，您种了一辈子地，您尝尝，看看这东西能不能当粮吃，是不是妖物？甜的，真的能吃，面糊糊的，比窝头还顶饱。各位乡亲，这番薯根本不是什么妖物，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，好趁机抬粮价赚黑心钱。太缺德了，这帮粮商心都黑透了。去年灾年粮价涨了3倍，我们家差点没熬过去。殿下，这番薯我们能不能买种子啊？明年我们家地就想种这个，要种，给我留一份。大家放心，我们留了备用的薯种，明日我就免费给大家发薯种，保证家家户户都能种上番薯。殿下，你就是我们的活菩萨。陛下，6公主在京中强行推广妖物番薯，还私查粮商府邸，简直是与民争利。臣等联名弹劾，请陛下废除长粮仓，停了番薯推广，治6公主越权之罪。请陛下废除长粮仓，治6公主之罪。与民争利，王大人倒是说说，我怎么与民争利了？长粮仓官收官卖，不是与民争利是什么？还有那番薯，本就是域外妖物，你强行推广，要是招了灾，你担得起吗？
裴大人，把东西拿出来，给王御史好好看看。这是近5年7大粮行的出入账册。去年南边闹灾，粮价从1袋500文涨到了3两，翻了6倍，逼得多少百姓卖儿卖女，活活饿死。这些都是粮商干的好事。这是我们抓到的造谣泼贫的供词，是7大粮行出钱，让他们散布番薯是妖物的谣言，故意搅乱民心，好趁机囤粮抬价。7大粮行在城外私仓里联合囤了15万担粮食，就等着入冬粮价飞涨，好赚黑心钱。王大人嘴里的民，就是这些赚人命钱的粮商。臣不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对了，我还不小心查到王御史跟王家粮行的王掌柜好像是远房亲戚吧？这么卖力帮粮商说话，莫不是收了好处？臣没有，臣是一心为国。赚黑心钱赚到朕的眼皮子底下了。苏全，奴才在。7大粮行所有私囤粮食全部罚没冲入常里仓，粮商按律治罪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一下。农政司的新政利国利民，常粮仓是备荒的好事，番薯是利农的良种。以后再有敢造谣生事、阻挠新政的，一律以误国论处。臣等遵旨。小六，长阳仓和番薯推广的事你接着办，朕给你撑腰。谢母皇。殿下，您快看，这一窝就挖了快10斤。殿下，算出来了，亩产足足有800多斤，是普通麦子的3倍还多。真有3倍多，这也太能长了！殿下，这番薯怎么留种啊？我家5亩地，明年全想种这个。对呀，殿下，我们也想留薯种。大家留种的话，番薯要选个头匀实、没破没烂的，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存着，别冻着，也别闷着。明年开春就能育苗了，不用年年买新种。谢谢殿下，小民记住了。唉，跑了一天累死了。我要美美泡个热水澡。这什么情况？我不在家这半天，家里怎么多出这么多东西？殿下，番薯大丰收的消息传开，二皇子府、三公主府，还有好几家经理的官员，都派人送了礼过来，堆了一客厅。殿下，这是礼单。二皇子送了2箱珠宝，三公主送了云锦和玉如意。还有几个侍郎家也送了东西，说是恭喜殿下番薯试种成功。去，把所有礼物都原封不动退回去，谁送的退给谁，就说我心领了，礼物不能收。殿下，全退，全退。我就是个搞农政的，不管别的，也不想掺和别的事，就照我说的退。是，殿下。收了就等于站队了。夺嫡那浑水我才不趟，我还想赶紧办完差事，去我的江南封地躺平呢。殿下，一共收了3200斤薯种，留500斤当明年的试验田种，剩下的2700斤都能分发到各州县。行，明天一早我就入宫奏请母皇，把薯种分发到各州县，再派懂种植的人下去教大家种，争取明年全国都能种上。等番薯在全国推广开，百姓都能吃饱饭。我的功德肯定长麻了，江南封地也稳了，到时候我就再也不用上朝干活了。番薯成了，全国推广的折子母皇也批了，终于可以去江南封地躺平了。这丫头心里净想着跑，再也不用早起上朝了。殿下，陛下请您偏殿说话。啥事不能在这儿说？殿下去了就知道了。最好再送我一堆金银珠宝，然后我带着宝贝美美去江南。母皇，是不是要把封地的地契给我啦？小六，朕问你，这凤雏之位，你真的一点都不想做？母皇，您饶了我吧！当女帝天天5更起半夜睡，批不完的折子，操不完的心，儿臣真的起不来。可你赈灾兴农安民，哪一件做的不比旁人强？那是赶鸭子上架，儿臣就想做个富贵闲人，吃吃喝喝睡睡觉。母皇，您就把我当个废物养着呗。行了，滚吧。谢母皇，赶紧溜，再不跑真要被摁在龙椅上了。这丫头是真不想要。
臣听说殿下要去封地了。对啊，我的神仙日子马上来了。殿下若去封地，微臣可否随行？你跟我去干嘛？臣想去封地推行农政，为百姓做事，也想陪在殿下身边。随你便，反正别来打扰我就行。微臣其实喜欢。不好，人有3急。殿下，你喝多了，我陪你去吧。别了，我要去上厕所，桃夭跟着我就行。躺着美男子。靠，栽了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六殿下不见了！立刻传朕口谕，所有人留在各自宫里，今夜谁都不许出宫门1步。裴大人，可查到什么？六殿下被人从御花园带走了，拖痕出宫往西，这是臣在假山旁剪下的。六殿下吊到耳坠，臣已经让人沿着西宫墙找过了，有马车的折印，是从西偏门出去的。裴大人，你现在出宫，带人沿西城外官道追，宫里面的事我来处理。是。三妹，你立刻出宫，用你的人手悬赏线索，所有城门、码头、路口都派人，谁见过可疑马车出城，重金买消息。我现在就去。四妹，你拿我的令牌去调禁军，以皇城巡查的名义搜城西所有废弃宅院和货栈，动静小一点，不能让人知道是在找人。大姐放心。裴大人，前面路口有岔道，往左是官道，往右是进山的路，咱们哪边？右边的折印心压得深，车上至少3个人以上，走右边。院子3个人守着，裴大人怎么打？你带1个人绕到后院，从后墙翻进去接应殿下，我带人在前面引开那3个，等他们动了你就动手。知道了。殿下，再撑一会儿。不好，有人闯进来了！殿下，外面几个人？3个在院里，2个在院境外接应，裴大人在前院拖着。殿下，你还能动吗？能，当然能动。走，去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抓本公主。殿下，你受伤了？不碍事。他们都死了。 3个都咬毒自尽，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制式铜牌。磨掉标识，配毒囊，咬舌不开口。训这批人的人够小心，在宫里动手，还能把证据擦得这么干净，不是一般人。先回宫再说。母皇和几位皇姐应该等急了。死侍的事，让母皇派人去查。这破地方真是多待1天都嫌命长。 早知道就不趟这浑水了。不对，我好像不来也躲不掉。算了，赶紧把尾巴收完，跑得越早越好。你手怎么了？勒的，不碍事。三姐你轻点儿，再抓就真伤了。伤让太医看过没有？母皇，儿臣真没事，就是手腕勒红了，过2天就消。 母皇，这是从死士身上搜出来的，牌子上的花纹全磨平了，找不到任何印记。这种铜牌朕也从未见过。长公主，儿臣在。你拿着这个去查，京城能打出这种制式铜牌的铁铺不超过10家，不管花纹磨得多平，打磨的手法总有痕迹。顺着这个查，谁打的就是谁打的。儿臣遵旨。小六。 你去江南的事先搁置，等把凶手揪出来再走。江南山高水远，万一那边也有人要害你，朕担心护不到你。行吧。殿下以前不是说能躺着绝不坐着，
这2天批了快100本折子了，不太像你。本来都是要去江南过好日子的，该死的劫匪打乱我的计划，害我继续留在农政司干活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我可不想被人弹劾说六公主占着农政司的位子不干活。殿下，岭南道的蜀种申请到了，一共7州市。清官好难当啊！这些我处理过了，殿下签名就行。殿下，这罗臣帮你看。好兄弟，有担当。三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六妹你这边运蜀种卡住了，正好我有12支运粮走货的商队，常年在各州服跑。蜀种走我的商队，不用等官役排期，半个月内又能送到大前1半的州县。三姐，你连夜弄的？没有，早就有的东西，拿来给你用用而已。你先把蜀种运出去再说，别在京城这第一步就卡住。谢了三姐，这份人情我记着。小事小事，东西送到了，我走了。对了，商队的账归四妹管，你直接找她对就行。走了，不耽误你干活。三姐嘴上说着早就有的，那张纸上墨迹都还没干透呢。我这个三姐可真傲娇的很呢。各位乡亲，长林仓压价收粮，外面粮价都翻了30%了。听说了没？长林仓是强征，不卖也得卖，收了还不给现钱。我邻居说的，官府变着法子抢粮，粮商抬价，还造谣说强征，农户不敢卖，这第一批收储很难推进。农户怕的是粮食交出去换不回东西，番薯现在正好收成，如果咱们用番薯当抵押换粮，1斤粮换1斤半番薯，农户愿意不愿意？好主意，番薯能顶饱还能留种，比银子还踏实。乡亲们，长林仓不抢粮不压价，今天收粮按市价折算，1斤粮换1斤半新鲜番薯。番薯什么产量大家都见过，拿回去顶饱留种都行，换不换你们自己决定。殿下说话算话，现场过秤，当场给付。行，我家换。殿下，收满了。长林仓建好了，书中也下去了，明镇司的事儿就告一段落，我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。陛下，臣追查统牌线索时，截获了二殿下与京畿驻军左营偏将的往来书信。这个老二竟然以例行操练的名义在西山屯了3000精兵。卑职还查到，六殿下被绑那晚，左营的兵提前2日停止了轮换，时间上太巧了。继续盯着西山，别打草惊蛇。西山有任何动静，立刻上报。是。这位贵人，您是要打什么农具？见过这个吗？这打磨的手法像是城南老赵的手艺。他3年前接过一批活，打了一批铜牌，说是贵人府上用的。不过老赵去年就不在了。他可说过是哪家府上？他那人嘴严，从不问主顾来历。不过有一回喝多了提了半句，说是东边府上。城南往东，二皇子的府邸就在那个方向。今天的事别跟任何人提。贵人放心，小的什么都没说过，贵人慢走。青州的蜀种已经落地了，这是知州签的回制。最后一批是哪里？岭南。三公主的商队后天出发，半个月就能到。快了，等岭南这批落地，全国蜀种就全铺完了。不知道大姐和母皇那里查的怎么样了？长公主今天查到城南铁铺了，铜牌的线索指向城东的府邸，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。城东，那不就是二皇子那家伙的宅子？我这个二哥胆子可真不小。等大姐拿到实证，看他还怎么蹦跶。殿下，西山那边最近多了些生面孔，不像是咱们的人。生面孔？哪个方向的？营地外围
夜里有人换哨的时候，看见林子里有黑影，追过去又什么都没有。上次劫走秦昭月已经打走金蛇了，最近小心点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都收敛点，司卫营地不许任何人进出。等风头过了，再跟他们慢慢算。是。这笔府邸修缮是3年前的支出，银两数额对不上修缮的规格。修个偏院用了500万两，用的什么料？回四殿下，这个是二殿下府上报的，当时说是换了正厅房梁，走的加急批文，户部也没细查。3年前，正好是这批铜板打造的时间。合着朝廷的修缮银全被他拿去养私兵了。今天我来查账的事，半个字都不许往外说。是，小的明白。时间对得上，银两数目也对得上。这批铜牌就是老二府上定做的，不止这个。我查了经营的值守记录，六妹被绑那晚，城西左营的巡哨提前撤了半个时辰，左营的参将是老二的老部下，证据链全串起来了。我这就进宫面母皇，感动六妹，她真是活腻了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回去盯着西山那边，别让他的人跑了。我进宫跟母皇说。好得很，朕的好儿子，拿着朝廷的钱养私兵，还敢绑朕的女儿！母皇，儿臣请旨立刻拿下二弟，搜他的府邸和西山营地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他赖不掉。他敢在西山屯几百私兵，就早有准备。现在去拿，他咬死不认，再把私兵散了，反而打草惊蛇。万一他狗急跳墙，对小六、小四他们几个下手，得不偿失。母皇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你回去告诉小四，账目继续查，西山那边也继续盯着，别露破绽。等他自己露出下一步棋，咱们再连窝端。儿臣明白。你三妹那边商队跑得多，人杂，让他也留个心眼儿。还有小六，他天天往农政司跑，身边人别太少，让裴雪桥也多盯着点儿。是，儿臣都记下了。苏全宣二皇子秦景恒进宫见朕。是。儿臣给母皇请安。坐吧。不知今日母皇找儿臣是有什么吩咐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问问你府上近来可好？都好。儿臣前日还在园子里画了一幅秋菊，改日呈给母皇品鉴。朕看你面色比上次瘦了些，最近在操劳什么？可能是入秋胃口不佳，不碍事。母皇也要注意休息，朝事再忙也比不过身子要紧。朝务倒没什么烦心的，就是你六妹前些日子被人绑了的事，到现在还没查到主谋，朕很烦心。儿臣知道，儿臣也一直在派人找那贼人的下落。哦，那你可查到了什么？儿臣愚钝，只查到几个小喽啰，背后的人藏得太深，还没挖出来。儿臣无能，请母皇降罪。行了，你有这份心就行了。你们兄妹几个都是同胞手足，平日里多走动走动。母皇教训的是。行了，下去吧，朕还有折子要批。儿臣告退，母皇注意身子。不会吧？怎么又是二皇子？真会气玩意儿。六妹，近来辛苦了吧？听说农政司的差事做得风生水起，有你在，母皇可省心不少。二皇兄说笑了，我就是做点杂事，比不上二皇兄操心的多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六妹保重。这人笑的跟笑面虎似的，让人后背发凉。母皇，您找我？没事，就是叫你过来陪朕吃顿饭，都是御膳房新做的，你爱吃的水晶虾仁、桂花糖筒都在这儿。你最近在农政司忙什么呢？天天见不着人影，连宫宴都懒得来了。番薯种都发完了，
全国各地的长平仓也都收满粮了，就剩最后几笔收尾的账，对完就没什么事了。忙完这一阵，有什么打算？母皇今天怎么这么好心，又是请吃饭，又是塞点心的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不会是憋什么大招要给我加活吧？我跟您说，我活都干完了，咱们说好的，干完就给我封地的。看你那点出息，多吃点儿。你三姐昨天还跟我说，你最近天天泡在农政司，饭都不准点吃，比上回见瘦了一圈。这样呀，那我就放心吃了。吃吧，你最近也是累着了。死侍的事你放心，母皇必定给你一个交代。谢母皇。12殿下和京畿驻军将领的密信，全是亲笔，还有事成封侯的承诺，要立马告诉女帝。陛下，幸不辱命。西山私兵洞穴里搜出来的，一共7封密信，全是2殿下和京畿7位将领的私通证据。好得很。私屯兵甲，勾结禁军，还敢绑朕的女儿，他是真敢往谋反的路上走。你带2队青鸾卫，连夜拿下这7个将领，秘密关押，走漏半点风声，提头来见。再调1队人围了2皇子府，只许进不许出，任何人不准见他。属下遵旨。明天一早传长公主、3公主、4公主进宫，再叫裴雪乔也来。农政司的事先放一放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殿下，烧北边长粮仓的人都安排好了，绝对留不下痕迹。3日后一动手，没了长粮仓，必定民心动荡，到时就把锅全扣在6公主头上，说她贪没长粮仓2款重宝私囊。哼，等秦昭月身败名裂，母皇再也不会看重的。储君之位还不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是，殿下英明，等您登基了，臣等都跟着沾光。行了，去盯着农政司那边，别让秦昭月察觉出什么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老大，近半月的朝务，你说说。近半月各地州县秋税已收齐80%，江南水坏的堤坝修缮款已拨付到位，番薯薯种已分发至全国19道，只剩岭南道最后一批在土。小六，番薯推广的事你具体说说。回母皇，全国19道的薯种都已经落地栽种了，就剩岭南道最后一批，3日后就能到，半个月后就能统计出苗率。长平仓也都收满了，后续按季轮换就行。办得不错。2皇子，儿臣在。鸡山一边有兵营夜间操练，声响震天，附近百姓都告到京兆府了。京畿驻军的轮换章程是朕亲手定的，什么时候改了规矩，朕怎么不知道？回母皇，儿臣不清楚此事，许是地方守军临时作练。儿臣回去问问经营的人，查到了立刻回禀母皇。不用你问，既然不清楚，那就查清楚。岁末，属下在。西山兵营的事交给你查，3日内给朕一个明明白白的答复。属下遵旨。不对，武皇怎么忽然查到西山？殿下忽然唤我前来，何事？咱的事暴露了。什么？你赶紧出宫，把西山的尾巴擦干净，死那些散，别留任何破绽。是，我这就去。2殿下，陛下有旨，西山一事查清之前，2皇子府上下人等不得随意出入，还请殿下在府中休息，别让属下难做。陛下这是什么意思？软禁本王？陛下说2皇子做了什么事，自己心里清楚。2皇子不要再负隅顽抗。全完。秦景言，你可知罪？儿臣无罪，不知母皇为何命人抓儿臣上殿。拿给他看。
第1桩，私屯兵甲；第2桩，勾结禁军；第3桩，绑架皇女。你还要狡辩？儿臣一时糊涂，求母皇开恩。糊涂！私屯兵甲，谋害手足，哪一项不是死罪？你一句糊涂就完了。苏权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二皇子秦景寒3项大罪，证据确凿，废为庶人，幽禁宗人府，永不得出。母皇饶命啊！我是你儿子，你不能杀了我！母皇！殿下，三公主来了。小六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给我带新出的蜜饯了？就知道吃，老二倒台了。啥时候？母皇今天在御书房审的，3项大罪证据确凿，已经下旨废为庶人，幽禁宗人府，永不得出了。这一趟夺嫡的浑水，总算是趟到头了。终于写完了，江南封地申请奏折，活都干完了，母皇总该批了吧？小六，出事了！咋了？二皇子余党杀过来了。北边3州大旱，连着2月没下雨，庄稼全枯了，地方官瞒不住才递的急报，现在灾民都往州府涌了。不是吧？我刚想申请封地就闹灾，跟我有仇是吧？别嚎了，母皇召见你呢。我的封地，我的躺平日子，怎么就这么难啊？北边旱情的事，你听说了吧？母皇，农政司的活我都干完了，要不您派别人去，户部、工部都有人啊。别人有你赈灾的经验，别人能搞出番薯种植。母皇，您说话不算话，当初说干完农政司就给我封地的。小六，钱粮人手我都给你协调好了，三妹的商队也跟着你运粮，等旱情解了，封地的事大姐帮你跟母皇说。母皇，小六，你知不知道，北地最偏的2个县大旱颗粒无收，已经有百姓开始啃树皮了，还有人把半大的孩子卖了，就为了换半袋粗粮。小六，北方地方官束手无策，那里的百姓等着你救命呢。行吧，我去。小六，三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去北地抗旱，我把北边3路商队的调度令给你拿来了，粮食、药材、工具，商队你随时调，不用跟我打招呼，不够的话我再从南边往过运。还是三姐靠谱。路上注意安全，有事随时传信。知道了，三姐，我走了。殿下，清河镇到了。下官见过六殿下，殿下一路辛苦，下官已经备好了接风宴。不用了，我问你，城里的井都干了。回殿下，城里的井是干了大半，可城西的龙泉眼还出水，就是那里的水不好取。什么叫不好取？城西龙泉眼和主渠都被本地张老爷占了，围了院墙自己用，普通百姓不让靠近。霸占水源，看着百姓渴着，你这个官当的倒是省心。殿下恕罪，张家是本地望族，人脉广，下官惹不起啊！朝廷给你印玺，是让你给百姓做主的，不是让你怕士族的。传本宫令，清河县知县魏素不作为，即刻罢免，永不续用。王县城在哪儿？下官在。本宫一路打听过，这1月来组织百姓挖临时水井，安排粥棚，都是你在牵头，是个肯干实事的。从今日起，本宫命你属清河县知县事务。下官定不负殿下重托。光靠主渠那点水撑不了多久，得一边打深井修支渠补水源，一边改种法保战，不然秋后颗粒无收。殿下使不得，老辈人种地都是平播，哪有什么龙沟轮种的道理？咱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听过这法子。
不敢拿全家口粮赌啊！就拿那20亩当试验田，全按我说的法子种。秋后产量要是比往年低，损失全算我的，按市价赔银子。要是成了，全府各县都照着推广。殿下千金之躯，哪能担这个风险？别拿这话堵我。就这么定了，今天就雇人翻地，我亲自盯着。水源这边，我带几个人去西边山里勘探泉眼，若能引山泉水自流进村，比打山井还稳妥长效。还是你想的周全。行，这事交给你。山路难走，注意安全。臣知道，这就动身。光靠嘴说不行，得把技术细节摸准了。用500功德值，解锁带田法与景区结合全套技术，还挺细，连不同土质的打井法子都分了。本以为来分个水就能完事儿，这下又打井又浇种地，我的江南封地啊，又得往后拖2月。算了算了，百姓能浇上地吃上饭就行。这第3口井还是没出水，殿下，这已经是第3口了。按老水文图标好的泉眼打，全是枯的，白忙活3天。这图是20年前工部存档的，这些年河道改了道，地下泉眼肯定也挪了地址。工部这图都快成古董了，照着打能出水才怪。先停一停，别白费力气。我让人往京里传信，请懂勘测的人过来重新找泉眼。北地的水文图还是20年前的，早就不准了。再耽误下去，旱情只会更重。是臣等疏忽，没提前核对图测。现在说这个没用，你立刻挑3个治水经验最足的吏员，带上新测的水文底测和勘测工具，星夜赶往清河县。臣遵命。你们监里懂望测寻泉的人，也派2个跟着去，帮着定点。臣遵命。另外，调河工营200个熟手工匠过去，补进打井工地。钱粮物料我都协调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出发，不许耽误。臣遵命。小六，大姐能做的都给你备齐了。殿下，长公主命我等带最新水文册前来支援，河工营的工匠随后就到。大姐的速度真快，有了这些，3天内保准挖到井水。真出水了，甜的，是好水。殿下，8个新警卫已经打好5个了，个个都出水，剩下3个5天内全能完工，比原定工期还早3天。殿下英明，是老祖之前眼界窄了。要谢就谢长公主调来的及时，虽然折腾了点儿，总算没白忙活。等井泉打好，再把支渠修通，这旱情就能稳住大半了。哎，这渠怎么塌了个大口子？昨晚还满着的，水怎么全没了？这可咋办啊？家里还等着水做饭浇地呢。我看不是他的，是山神发怒了。咱们打井挖渠动了山根，山神不高兴，亲手毁的渠。山神，老辈人就说动土要先拜山，你们非不听，这下遭报应了。别胡说，这口子边缘齐整，明明是铁锹挖的，是有人故意毁渠。李丽，你可别乱扣帽子，谁没事干毁渠啊？再不听劝，后面连井都得干，全得渴死。大早上吵吵嚷嚷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殿下，渠被人挖了口子，水全跑光了。还有人说咱们打井触怒了山神，百姓们都慌了。山神，我看是人心坏了。清风，把人带上。昨夜在后面林子里抓到2个人，身上带着铁锹，鞋上全是新土，就是他们挖的渠。不是我们就是路过。路过？半夜扛着铁锹在渠边路过？你们收了谁的钱？干这缺德事？殿下，万一真是山神动怒，咱们硬来会不会更糟啊？山神？真有山神？第一个批的就是霸占水源，害百姓渴死的人。清风，你去把上游主闸拉开，我倒要看看山神有没有本事把水堵回去。是。水来了，真的来了！山神没有发怒，水来了！真要是山神发怒，这水就流不过来。所谓山神降灾，就是有人故意编瞎话骗你们，想把水源再攥回自己手里。一定是张家搞的鬼，
他先是霸占村里的主水渠，我们用水都要向他交钱。现在见我们有水，就毁了我们的水渠。对，一定是他。王县城，你即刻带人将张家一众搅事作恶之人全部抓捕归案，依规从严处置，以正风气。是。今天这事儿也给咱们提了个醒，水渠是大家的，总靠官府盯着，早晚还得出事。我定个规矩，以后每条支渠都选一个渠长。渠长具体管啥呀？管分水，管修渠，管日常维护。各村按田地亩数凑点维护的钱粮，全归渠长管。账目张榜公开，谁都能查。真的？那我们自己管水，就没人敢随便乱来了。对，谁再敢毁渠抢水，不管是谁，直接报县里按律法办。你们自己选的人，自己的水渠自己守，比谁都靠谱。通了，真的通了！这环山区说了10几年，没想到真让殿下修成了。殿下，试验田的苗全出齐了，您快去看看。这才多久啊，就长这么壮？往年旱天苗都蔫得贴地上，哪有这么精神？代田法保水保肥，根扎得深，自然耐旱。殿下，这法子真这么好使？以后我们再也不怕干旱了。光改田里的种法还不够，这些坡地荒着太可惜，改成梯田，一层一层垒石岩，既能存住水，又能保住肥。种上豆子、番薯，产量不比平地差多少。我算过，这片坡地全改成梯田，能多出200多亩良田，秋后多收的粮食够全村吃大半年。那还说啥？我回去就招呼村里人，明天就动工。行，石料工具我让县衙明天就运过来，后天准时开工。1200功德，还解锁了绿肥堆肥技术。等梯田修完，再把绿肥法子交下去，北地这点事儿就全收尾了。到时候回京城把账册一交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母皇，北地的差事都收尾了，环山渠全线通水，坡地改梯田也动了工，各县的代田法都交下去了。这是水利总图、梯田规划还有收支账册，您过目。干得不错，北地闹了10几年的水旱难题，你去了3月就理顺了，比朕预想的还周全。6公主有功，赏黄金100两。那母皇您看，差事都办完了，之前说的江南封地的事不急，你既然摸透了水利的门道，又懂劝农安民，朕打算把全国9大灌区的兴修规划交给你牵头来做。啥？全国9大灌区？母皇，我就是个公主啊，不是工部尚书。这9大归区从北到南，跨度几千里，真干起来我得熬到白头！我不干。小六，能者多劳嘛。这次我和其他姐妹一起帮你，你就监工，不用干活。等9大灌区修成，大钱百姓就再不怕旱涝了。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脱身，都习惯了，干完北地干全国。等这桩事办妥了，江南封地朕亲自给你挑，千顷丰田带山带水，准你永不用入朝，均无戏言。知道了，儿臣这就回去整理规划大纲。我这哪是公主啊，分明是工部包工头。9大关区从北到南几千里，光画图就得画2月，真干完我头发都白了。殿下别急，咱们先抓重点。我把历年闹灾最频繁的河段都标出来了，先修这些，见效最快。就先动清河贵区和东淮河沿线的堤坝，这俩地方年年旱涝交替，百姓遭罪最多。先把这2处修稳了，剩下的再慢慢铺开。臣也是这么想的。石料河工的清单我已经拟好了，殿下过目后就能往各州发。说好的干完北地就给封地，结果越干活越多。母皇这是逮着一只羊使劲薅啊！
殿下歇会儿吧，路过点心铺顺手买的，垫垫肚子。还是你贴心，等这2处堤坝修完，我说什么也得歇半个月，再这么连轴转。我封地没等到，先把自己熬垮了。哟，俩人还在忙呢。三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全国水利的活儿料肯定少不了，我把北边3路、淮河沿线的商队都改成物料队了，专门运石料、工具和公用的桐油麻绳。真的？三姐还能骗你？你这边列好单子，直接发商队管事，不用走官府驿站绕圈子，能快1半路程。还是三姐想的周到，我正愁物料转运慢呢，这下省大事了。等修完了，大姐帮你跟母皇说封地的事，跑不了你的。谢三姐吉言吧，我现在都不奢求快点了，能给我就行。母皇是真心喜欢你，如果不是你不愿意，这凤储之位，母皇早就想给你了。不了不了，干个公主我都要累死了，这凤储谁爱当谁当。殿下，下官回去招呼百姓出工修堤，可大伙儿都怕耽误秋收，说地里的更要紧，愿意来的人没几个。是啊，殿下，百姓都指着地里的收成吃饭，怕修渠耽误了农时，宁可少赚点钱也不肯来。秋收确实耽误不了，应征百姓也不是办法。殿下，不如错峰轮工，每家出1名劳力，10天一轮换，再按工程量计线发钱，多劳多得，百姓也有奔头。对，就这么办。你们回去跟百姓说清楚，修渠不耽误秋收，轮班来就行。1天管2顿正餐，垒1方石，运10担土都算工钱，干得多赚得多，当日结算绝不拖欠。是殿下。轮班来啊！那行，我家老大来干10天，换我家老二来，地里的活一点不耽误，还能赚份工钱，还管2顿饭，那家里能省不少口粮呢。我现在就报名，明天就来上工。殿下，你看，才半个时辰就报了300多人，比预想的还多。那是自然，不耽误种地还能赚钱，谁不愿意？赶紧分组排班，后天就动工，必须赶在春汛前把堤坝加固完。这段坝基厚度不够，再填2尺土，层层夯实了才行。汛期水大浪急，偷工减料要出大事了。好嘞，这就安排人补。殿下，四殿下吩咐过，让下官逐线督工，每段堤坝都按标准查验，绝不容许偷工减料。辛苦你们了，四姐办事就是稳妥，有你们盯着，我也放心。按这进度，赶在春汛前完工肯定没问题。那就好，可别汛期出岔子，不然大伙这阵子的苦都白吃了。幸亏新修了堤坝，往年这水位早就漫涧村淹庄稼了。多亏了6殿下的法子，这坝修的结实，今年的收成保住了。总算没白忙活一冬天。第1批灌区成了，后面的就好办了。粮食产量涨了30%，怎么桑麻的收购价反倒跌了1半？百姓连匹粗布都换不起。回殿下，城里几家世家庄联了手，统一压价收麻收碱，农户自己纺的布卖不出去，只能贱卖给他们，年年都这样。粮食刚够吃，穿衣又被卡脖子，这帮人真是哪有好处往哪钻。上次在册子上看到高产桑苗与改良纺车全套技术，看能不能解锁。还挺全，连残病怎么防都写了，这样就好办多了。6殿下，这桑苗真的白给我们，不用掏银子？白给，每家领10颗，种在田埂坡地边上，不占良田，等松叶长出来养蚕，结的茧官府按市价收，比布庄给的高30%。真高30%，那可比种豆子划算多了。坊里还派师傅教新的苏丝法子，纺出来的丝更匀更结实，卖价还能再涨。学会了自家纺布做衣服也方便。我家先领10颗。殿下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怎么了？桑苗活不了吗？苗倒是活了，可城里部将联起手了，说我们种官桑苗养得官惨，他们一概不收。还有我们家地主，明令不准佃户种官桑苗，种了就收地。我们偷偷养了半筐碱，现在全砸手里了。
他们这是联手掐断销路，逼百姓不敢跟着官营坊干。就这点手段，以为钻着收检的口子就能拿捏人？行啊，那我就不跟他们抢检了。啊，那我们的检怎么办啊？别急，回去等着，我给你们找条比卖检更赚钱的路子。殿下，三公主吩咐过了，我们商队敞开收新布，价格比本地布庄收的高1成，现银结算，绝不拖欠。三姐办事就是痛快，你回去说，第一批布半个月就能出，让她备好银子就行。是，小的这就回去安排货仓。织出来的这种细布，商队直接收，1匹顶10斤剪的钱。想学的今天就登记，免费教技术，还帮着改纺车。不用交学费？不用，上手快得很，3天就能出成品。布庄不收检了，正好咱自己织布卖，比卖给他们赚多了。谁还稀罕卖剪？是啊，我家也要学。怎么回事？3天了，连1斤剪都收不上来，底下人都是饭桶。百姓全去学织布了，说织成布卖给三公主的商队比卖剪赚得多1倍，谁还卖剪给我们？再这么下去，咱们织坊都要停工了。没原料，拿什么织布卖？涨，收检价涨2成，跟官营坊之前的价持平。殿下，底下各县传消息回来，几家布庄把收检价涨了3成，还是收不上货，百姓都忙着学织布，说织成布卖比卖剪多赚1倍，士族那套收购网彻底散了。早该如此，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，非要压价卡百姓，亏的是他们自己。六殿下，陛下召殿下入宫议事。苏公公，你直接给我说，母皇又要让我干啥活吧？殿下，您这次是真的误会了。陛下近日积劳成疾，偶感风寒，需要静养，日常庶务交由长公主监国定夺。这次是请殿下入宫和长公主议事。母皇病了，严重吗？太医说无大碍，就是得歇些日子，不能再熬夜批折子了。赶紧进宫。裴大人，你盯着桑蚕坊和水利工地，有急事递消息进宫。好。大姐，母皇才歇1天，怎么攒了这么多？都是各州府攒的急报，平时母皇批得快，倒不显堆得慌。行了，别硬扛，咱俩分工。你管官制调度、军务律法这些朝堂大事，农政、水利、赈灾这些民生活全归我。我熟，批得快。你农政司本来就一堆事，再帮我扛这些，不累啊？累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看着你一个人熬。再说民生的事儿，我天天碰，比你挨个问章程快多了。大姐，现在粮够吃，布够穿，基础的民生稳住了，但还有俩短板：孩子没书读，百姓看病难。我想着趁农桑的势头，配套搞医学和卫诊点，是这个道理。只是摊子铺得大，钱粮得先算清楚。我叫户部侍郎过来了，一起核算。长公主，六殿下，医学义诊的规划臣看过了，只是国库常年要留备灾银，北边南边都得备着，一次性拨付这么多州县的启动银两，压力实在太大。一次性拨付？谁说要一次性全掏国库了？你看看这个，官营桑蚕坊头1季的盈利，加上长平仓丰年收粮、灾年放粮的盈益，这2项每年都有稳定进项。桑蚕坊1季的盈利竟有这么多？这还是只铺了京畿3个县的数，等后面铺开，盈利还能翻番。不用国库全额出钱，就从农商盈利里抽3成，专门化作民生银，相当于以商利养民生，不碰备灾的底子，也不用额外加税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万一哪年灾年，长军团没盈余，桑蚕也减产，这钱不就断了？所以先试点，就从京畿周边5个县开始，投入小，就算遇着变动也扛得住。等跑顺了，盈利稳定了，再往各道扩。而且民生银单独建账，专款专用，谁也挪不走。殿下这么一算，确实稳妥，不用动国库备灾银，每年从盈利里抽的钱，足够5个县的医学义诊开销，还能剩点结余滚到下一年。那就这么定。先生从洛克的举子里招，医术好的游医也可以聘，工钱给足，比坐馆还稳，不愁没人来。按六殿下说的办，户部牵头拨启动款，第一批先从农商盈利里出，农政司负责落地选人，
3个月内，我要看到5个县的义学都开堂。臣遵旨，这就回去安排钱粮调度。又给自己揽了庄活儿，本来以为桑蚕坊理顺就能歇口气，这下倒好，义学义诊都来了。真不想干，那我换别人来。别啊，都规划到这份上了，换别人再给搞砸了。我来就我来吧，反正都习惯了。殿下，义学试点的事卡壳了，下面5个县的乡绅都不肯松口，说义学占族田坏了风水，还说官府办学打乱宗族规矩，不肯出地也不肯出钱。我就知道没这么顺，他们不是不想让孩子读书，是怕官府插手族里的事，丢了体面，动了他们族里的根基。六姐，我帮你。我带着宫里的教师先生逐县走，跟乡绅们好好谈，准能谈成。小九，你行吗？我本来就管着内廷的书阁，教西的事我熟。再说乡绅们重规矩讲体面，我去谈，总比丽媛上门硬加强。行，那你去，凡事好商量，别跟人起争执。需要什么递信回来。放心吧，六姐，我这就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九殿下，不是草民不配合，族里的祭田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动了坏风水。再说族里自有族学，只收本族子弟，官府办学堂，外姓孩子都来，乱了规矩可不行。张老爷顾虑的是，宗族规矩自然不能乱。我今天来也不是让您动祭田。不用祭田？我看旧祠堂偏院，空着也是空着，稍微修缮一下就能当学堂，不用占半分祭田。学堂就叫李氏义学，冠你们族的名，族里选个德高望重的老爷当学监，管学堂的规矩和账目，官府指派先生教功课，不插手你们族里的事儿。您看如何？冠我李氏的名，族里当学监，那先生的束修，官府出。先生束修，书本笔墨全由官府出，你们只需要出这处院子，再象征性添点桌椅就行。算下来花不了几个钱，还能落个兴办学堂的好名声。哎呀，殿下都考虑的这么周全了，草民还有什么说的？我这就去跟族老们说，保准3天内就收拾院子。交给他。那学堂里的规矩，真按我们族里的来？自然，尊师重道、孝悌礼仪这些，全按乡俗来。官府只教认字、算学和农桑常识，绝不乱改你们的规矩。那要是百姓家孩子调皮，扰了学堂清静，学监是你们选的，该罚该退，全按学堂章程来，官府不偏袒。行，就按殿下说的来。我们陈家出西边的费源，再出20两银子置办桌椅。六姐，成了！5个县的乡绅全谈妥了，院子钱粮都凑齐了，再过10天就能开工修缮，下个月就能开堂上课。这么快？我还以为你得磨半个月呢。其实也不难，他们就是怕丢体面、乱规矩，顺着他们的心意来，给足脸面，再让他们沾点新学的名声，自然就答应了。九殿下聪慧，这关键族管的法子，既推了义学，又全了乡绅的体面，比硬压下去稳妥多了。我们小九长大了，都能独当一面了。晚上回府好好歇着，剩下开工的事让丽媛去跑就行。那等义学都开堂了，六姐可得在母皇跟前替我美言几句。那还用说，功劳簿上第一个写你的名字。谢谢六姐。那我先回去了，还得把各县开工的日子再核对一遍，别撞了时辰。六姐，我走了。等义学开堂，你可得跟我一起去看。好。大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六妹，你看看这个折子，湖州府刚递来急报，上个月连下半日暴雨，河堤溃了3处，几10万斤良田全淹了。怎么搞成这样？工部没人派过去，派了2拨，都压不住地方。我跟母皇商量，想让你走一趟，你懂水利，会安民，桑蚕义学这些新政也熟，去了能最快把局面稳住。别啊，大姐，我好不容易把京畿的事理顺，就等着去封地躺平呢。江南那么远，一来一回大半年，我不去。你可知湖州是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母皇原本属意，你的封地就定在湖州这一片。
依山傍水，鱼米之乡，是江南最好的地界。就是刚遭了灾，怕直接封给你，你接手个烂摊子受委屈。本想等治理好再下旨。你说啥？湖州是我未来的封地？本来想给你个惊喜，现在看地方官实在不中用，再拖下去，好好的鱼米乡真要烂透了。你要是不想去，我再另派人。去，必须去！我的地盘可不能让这帮昏官给霍霍坏了。行，钱粮人手我都给你备齐，三妹的商队也提前打了招呼，江南沿线的物料随你调。好，我3天后出发。殿下，到了湖州地界。下官见过六殿下，殿下一路辛苦，这地方脏乱，您先回府衙歇脚吧。都塌成这样了，还有心思歇？灾情闹了快1个月，河道没清，灾民没安置，你这知府就是这么当的？殿下恕罪，实在是没钱没人啊。府库前2年修行宫耗空了大半，青壮逃荒走了不少，青淤修堤动不了工，连周棚都快撑不住了。行宫年年修，防洪的钱反倒省了。围田是江南的根本，塌了不补，秋后颗粒无收，难道靠行宫产粮？没钱没人不是借口，我现在定3条章程，你照着办，10天内我要见起色。殿下，你说，小的这就去办。第一，先清淤修堤稳防汛，立刻贴告示用以工代赈。咱民里的青壮都来上工，先把主河道淤泥清干净，塌掉的围堤按新标准补牢。入夏前必须把防汛底子筑牢。可官仓的粮也不够撑半个月。粮我调，周边长流筐的粮3天内走水路道，先顶2个月。你只管组织人手核对公测，出了岔子我唯你是问。小的这就派人去办。冲毁的田地重新丈量，无主荒地全分给流民耕种，官府先垫稻种农具，秋后再还本钱。围田按新法修，外堤挡水，内沟排涝。这是适配围田的修造图纸，坝基厚度、排涝沟尺寸都标好，照着修就行。谢殿下。第三，田地稳住之后，全府推稻麦轮作，闲田坡地种桑养蚕，稻子收了种麦子，1年2熟提产量。田埂堤岸种桑苗，桑蚕收益全归农户，官府只抽1成本钱。殿下这3条，一条比一条实在，我们湖州有救了。今天就贴告示招民工，明天清淤队开工。是，殿下。我的鱼米香啊，先给你治治病，等治好了，我就能安心过来躺平了。早稻收完，立刻种冬麦，麦子收了再泡田种稻，1年2熟，稻根养土，麦根肥地，地力耗不了多少，反倒比单种1季稻更养田。殿下，咱祖祖辈辈都只种1季稻，稻子耗水，麦子耐旱，搁一块种，别到时候2样都长不好，全家口粮都没了。先拿这3亩当试验田，种子农具全由官府出，秋后产量要是比单种稻子低，损失官府全赔，要是成了，全府照着推广。行，殿下都敢担风险，我们有啥不敢的？这3亩田我老汉带头种。殿下还有什么吩咐？带我去荷塘边看看。殿下是不是又想到什么良策？我打算在塘埂上全种上桑苗，桑根扎得深，能固住缸子不塌，松叶未残，残沙到塘里喂鱼，塘底的泥挖出来肥田，一圈循环下来，粮、残余3样都有收成。埂上种桑，不怕树根把埂子撑裂？选矮干桑苗，根往深处扎，不往横里长，反而能固土。塘里养草鱼、鲢鱼，残渣是最好的鱼食，不用额外投饵料，省本钱。那行吧，我家那3口塘先试。殿下神了！这3亩田干稻打了整整4担2斗，往年单种1季稻，最多才2担半。是啊，那麦子再收1担，1年顶过去2年的粮啊！殿下，我们家那5亩围田，下半年也按这法子种，
种子我们自己买，就求官府派师傅教教。还有我家。行，明天大家去县衙领种子桑苗，师傅逐村去教，保证家家户户都能学会。太好了！三姐，你怎么来江南了？跟着商队南下盘货，顺道过来看看你。这阵子忙坏了吧？还行，围田、稻麦轮作都铺开了，百姓也都安定下来了。就知道六妹一定能把江南事做好。对了，我这次来也是想和六妹谈笔大生意。三姐，你说。我在京城谈妥了南阳的海商阿罗，他们久慕江南丝绸的名头，张口就要订100万匹丝绸。六妹这边货源能跟上吗？那太能跟上了。桑基鱼塘刚铺开，再过一季蚕丝产量就能翻番，别说100万匹，后续再加量也供得上。行，我这就写信回商队，跟海商定具体的交货档期和价钱。殿下，尝尝新蒸的米糕，今年新米做的，甜得很。这米糕真好吃，大娘最近生意可好？好，自打于田修好了，粮价稳了，大伙儿都舍得买零嘴了。我这小摊儿比去年多赚1倍呢。你们过得好就好。大娘你忙吧，我去官仓码头看看。好嘞，六殿下慢走。殿下，今年早稻大收，官仓已经存了8万吨粮，再加上秋麦下来，够全府百姓吃2年都有余。殿下，桑蚕坊的生丝订单排到了下半年，连带着周边的瓷窑、茶行都跟着旺了，府库的盈余比去年翻了3倍。总算没白忙活，粮仓满，百姓安，这江南才算真的缓过来了。殿下，收到京里长公主府的加急密信。清风，立刻去收拾行李，明日启程回京。殿下，信中写了何事？母皇病倒了，大姐信里说，朝里已经有人开始动心思，储君之位悬着，局面稳不住。属下这就去准备马匹、粮草。等一下，清风，你先去传知府、农政主事、农心主事和市舶司提举过来。走前我有要事交代。京中突发要事，我今日便启程返京。江南政务、日常民政、刑狱、钱粮调度，仍由知府总领，按部就班推进即可。下官遵命。尾田水利、桑蚕新政、稻麦轮作是民生根基，你牵头盯着。秋麦播种、桑苗冬前管护都要按时落实，绝不能误了农时。下官遵命，必不敢有半分懈。江南好不容易有了今日的光景，劳烦诸位多上心，账目每月核一次，留好底稿。臣等定恪尽己守，守好湖州，恭候殿下归来。有劳诸位，围田的东修、官仓的盘查都盯紧些，别等我回来出了岔子。臣记下了。陛下，六殿下回来了，快叫小六进来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从江南一路奔波，累了吧？儿臣无妨，母皇身子要紧，太医怎么说？都是常年积劳的老毛病，朝政总是我担着不行，确实要立个储君。小六，论德才，论办成绩，你才是最合适当凤储的人。只是你素来无心权位，朕也不勉强你。谢母皇体谅儿臣心意。所以储君之位，朕心里定的是你大姐。只是眼下朝局逢动，暗里小动作不少，她刚接手难免吃力，你得帮她把局面稳住。母皇放心，儿臣知道分寸，必帮大姐稳住局面，绝不让人钻了空子。六殿下，江南漕运与京仓调粮的账目对冲不上，户部核了3日都没捋顺。这里搂算了海贸关税的漕运补贴，还有长鸣枪的粮价折损，按旧例多算了2成。你照着这2处改，再
再核一遍账目就平了。殿下英明，是臣等疏漏了，臣这就去再核算一遍。小六，这次多亏你从江南赶回来帮我分担，不然这些财运漕运的烂账，我还得熬好几夜。大姐，我可不是白帮忙的，等你做了凤雏，可得第一时间求母皇放我去江南封定。行，等大局彻底稳了，第一道旨意就给你划封地，湖州那片鱼米乡全给你，让你天天躺着享福。大姐，咱们拉钩。君无戏言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还得再帮我阵子，总不能我刚接过大局，你就转身跑了。行吧，就再忙阵子。宣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生女秦昭琼，性情温良，德才兼备，理政持重，身负众望。今立为凤雏，总领监国之权，协力百官，裁决庶务，以安社稷。臣女领旨，谢母皇隆恩。皇六女秦昭月兴农桑修水利，政绩卓著。今晋封静安公主，赐江南湖州千顷封地10英万户。特旨：静安公主永不用入朝，不成官差，不负朝贺。本女领旨，谢母皇隆恩。终于熬出头了，我的江南清闲日子，我来了。这下如你心意了，千顷湖州封地，还有3不特旨，整个大姚找不出第2个公主有这待遇。如意如意，我去了江南就安心当我的闲散公主。打算几时动身？我姊妹们也好给你摆酒饯行。等大姐的凤雏册封大典办完再走，总得亲眼看着你把储位坐稳了，我走的才安心。到了江南也不许由着性子胡来，缺什么受了委屈只管往宫里送信，别自己硬扛着。知道了，大姐，我是那种会受委屈的人吗？放心，有麻烦第一时间找你解决。好。看你这心早就飞了的样子，恨不能今天就飞出京城。哪有大姐说的这么夸张？大姐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我这次来是给你送饯行礼的。京郊3处良田庄，湖州2处临河铺面，还有内库里挑的珠宝玉器，都给你添做家底。到了封地，别亏着自己。谢大姐。我就知道大姐先给你塞实底，我也不送虚头包脑的。湖州城3间绸缎庄，2处码头货渡都过到你名下，还有海外商队每年半成分红，往后你躺着都有进项。三姐这里正好送到心坎上，我正琢磨着封地桑蚕要扩产，有商铺货游省大事了。我没别的好送，这是我麾下20名精锐护卫，个个身手过硬，路上护你周全，到了封地也能看家护院。多谢四姐，有他们跟着，我这一路走的都踏实。六姐，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绣了些帕子、香囊和扇套，都是你喜欢的兰草纹样，你带在身边随手能用。小九手真巧，比宫里绣娘绣的都耐看，我天天揣着。到了江南桑蚕和海贸，若是遇着难处，只管给我沿路商队递信，南北货路我都给你通着。水路进来不太平，我调2艘水师船沿途送你到湖州，省得遇上水匪麻烦。你们一个个的，我是去封地当公主，又不是去流放，怎么都跟交代后事似的。六姐，你到了江南要常给我写信啊，还要寄江南的桂花蜜饯和云糕回来。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第一批新茶下来，我就给你寄2罐。我和小六商定，以后每年秋日，要么小六回京小住，要么我们几个结伴去江南看他。这主意好，正好秋日江南蟹肥菊盛，到时候我们带着好酒过去，住上10天半个月，好好享享清福。太好了，年年都能见到六姐。好，届时我一定备好美酒佳肴等你们来。殿下，裴雨雪瞧裴大人求见。他怎么这会儿过来了？臣参见静安公主。免礼，坐吧。可是农政司有什么事要交代？并非农政司公务，臣已奏请陛下
调任江南湖州农政参军，专责辅佐殿下打理封地的农桑、水利与世伯上茂。陛下已经批准了。你是宰相嫡子，京城有美差当着，前途一片光明，跑江南干嘛？江南风物清雅，适合安居。况且殿下封地初建，百业待兴，臣熟悉此前的新政章程，也算个熟手，能替殿下分担些琐碎事务。对啊，裴雪强熟农桑，懂水利，连世伯司的规矩都门清。真去了江南，大小事务都有人盯着，我岂不是彻底能撒手躺平？行啊，既然你都奏请好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？有你跟着去，我倒省了不少心。臣定当尽心辅佐殿下，把封地打理妥当。不用那么拘谨，到了江南没那么多朝堂规矩，你只管放手做事，我信得过你。臣这就回府收拾行装，届时随殿下的车队一同出发。行。连干活的人都自己送上门了，这下江南的日子可就更舒坦了。静安公主保重，到了江南可别忘了我们。公主保重，一路平安。大家都回去吧，不必相送。路上仔细着风寒，到了地方记得按时传信回来，别让我们惦记。商队沿路都设了站点，缺什么直接跟管事说，不用客气。护卫队跟在车队后面。水路也安排了巡船，安全无碍。六姐记得常写信，还要寄江南的密件回来。我都记着呢。你们也回去吧。京城虽好，到底不如江南自在。我的躺平日子可算是要来了。殿下，江南湖州府到了。山清水秀，风软稻香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！臣等恭迎殿下回封地，城中百姓都盼着殿下回来呢。殿下一路辛苦，府衙别院已经收拾妥当，随时可以入住。总算是到自己的地盘了，往后种种花，喝喝茶，正是全撒手，日子别提多舒坦。殿下醒了，厨房温着莲子羹和桂花糕，现在传过来吗？端过来吧。每天睡到自然醒，醒来钓鱼看画书，美哉美哉。殿下，来啦，坐吧。殿下，还有几处味田要加固，桑苗要补种的小事，臣都按旧例批下去了，来跟殿下说一声。你办事我放心，按规矩来就行，不用事事都问我。是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前几日路过御史作坊，见料子还算通透，顺手让人做了个小物件。殿下日日在此钓鱼，寻常木漂沉顿，这个兴许能趁手些。东西我很喜欢，收下了。殿下喜欢便好，那臣不打扰殿下清闲，先告退了。山好水好，世事安稳，总算过上美美躺平的日子。